女人刚穿回欺凌，就发现自己失了身，被家里有着9块腹肌的杨子顶撞了一碗，而背后竟是顶替自己身份的假千金下药陷害。可女人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对假千金越看越顺眼，只因她觉醒了可以剥夺他人异能的系统，而假千金正是有着灵权空间能力的重生者。此时女人正一边想着如何报复幕后黑手，一边又不自觉回味起昨晚被男人热脸贴冷屁股的经历，心里想着这家伙不仅人帅身体棒，嘴皮子功夫更是堪称一绝。正思索着，耳边忽然传来男人低沉的嗓音：“别以为用这种烟杂手段我就会喜欢你。”男人低沉的声音像大提琴般悦耳，然而说出的话却冷得刺骨。李梅穿越到这个尴尬的境地，连原主的记忆都没有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正当她郁闷不已时，系统的机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：“宿主，眼前的男人叫顾野，是烈士遗孤，被你父亲收养。你出生时被抱错，半年前才被找回。而那个假千金李明月已经和厂长儿子订了婚，你记恨他抢走你的生活，曾经试图勾引他的未婚夫，结果却被当场抓包。如今李明月给你和顾野下了药，想借此把你俩锁死。”李梅心里冷笑一声，这真假千金的戏码未免也太老套了。她转头看向顾野，发现他眼中的柔情早已消散，只剩一片冰冷。于是他没好气的开口：“顾野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”顾野闻言，快速穿好衣服，语气淡漠的回应：“我会对你负责，但其他的你就别想了。”李梅气得咬牙切齿：“我人都已经被你糟蹋了，麻烦你先给我松绑行不行？”顾野这才注意到他的双手被绑住，手腕已经磨破了皮，连忙上前解开绳子，心里却暗自思索：究竟是谁下的药？李梅懒得解释，穿好衣服后，二话不说就准备跳窗逃跑。顾野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屋门却突然被猛地撞开，李明月带着李爱民夫妇冲了进来，嘴里还假惺惺地说道：“爸妈，别怪李梅，她也是一时糊涂。”然而当她看到穿戴整齐的顾野时，声音戛然而止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李明月不死心，四下翻找房间，却什么证据也没找到。顾野冷冷地转过身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笃定李梅会在我屋里？”李明月顿时慌了神，支支吾吾地解释：“我可能看错了，只是关心你们罢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李梅从自己屋里慢悠悠地走了出来，慵懒地开口：“你们是在找我吗？”李明月瞪大眼睛，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李爱民不耐烦地吼了一嗓子，李明月慌忙抢着去做饭，试图挽回一点形象，而李梅则倚在门框上冷眼旁观这一切，嘴角微微上扬。等人散去后，顾野走到李梅面前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结婚报告需要政审，我的假期有限，所以结婚的事得抓紧办。”李梅挑了挑眉反问：“结婚的话，你会对我好吗？”顾野沉默片刻，随后淡淡的回答：“虽然我不喜欢你，但我会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。”李梅心里盘算起来，这个年代对女人格外苛刻，失了身几乎就别想再拥有幸福，更何况顾野条件不差，嫁给他倒也不算吃亏。想到他那8块腹肌以及昨晚的愉悦，他脸上不由泛起一抹红晕，最终爽快的答应了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叮，检测到李明月身上有灵权空间，是否剥夺？”李梅心尖一颤，想都没想就立刻选择了剥夺。系统提示剥夺程序需要24小时才能完成，期间不得离开李明月500米范围。李梅心情大好，甚至在看李明月时竟然觉得他顺眼了几分。晚饭时，李爱民夫妇只顾着给李明月夹菜，李梅和顾野仿佛成了透明人。饭桌上，李爱民忽然叹了口气，提到知青办又来催下乡的事，李梅心里冷笑一声，这话明显是说给他听的。李家3个孩子，顾野当兵，李明月即将结婚，下乡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他头上。然而比起下乡，李梅更愿意选择嫁给顾野。就在这时，顾野适时开口：“叔，我可以跟李梅结婚，这样她就不用下乡了。”李梅闻言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心里暗暗窃喜。李爱民表面上假意劝她考虑清楚，实则心里早已盘算好了。顾野是副营长，工资高，津贴多，若是娶了李梅，钱自然会交到家里来。可顾野却坚持婚后要带李梅随军，李爱民却皱着眉说怕李梅在那种地方会吃苦，想让李梅留在家里干活。李梅见状，心里又是一声冷笑，这哪是舍不得她，分明是想让她当个免费保姆。她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对了回去：“支援边疆建设是光荣的事，怎么能叫吃苦呢？”她早已打定主意要随军，彻底远离这个家。李明月见状，假惺惺的劝她听话，李梅却不客气的反唇相讥：“那你留家里好了，反正你嫁的也不远。”李明月被噎得脸红脖子粗，两人当场吵得不可开交。最终李爱民不耐烦的挥了挥手，勉强妥协同意了李梅随军的请求。晚饭后，李明月借口给蔡文杰送东西出了门，李梅眼珠一转，决定跟出去，想趁机盯住他的灵权空间。顾野则黑着脸一声不吭的跟在后面。谁知李明月并未去蔡文杰家，反而鬼鬼祟祟的走进了一片小树林。蔡文杰早已等在那里，见他到来便迫不及待的扑上去亲热。李梅躲在大树后看得目瞪口呆，心跳不由加快。李明月娇声推拒：“文杰，你不是说过要等到结婚那天吗？”蔡文杰却喘着粗气，语气急切：“放心，我就摸摸，不乱来。”两人腻歪了半天，李梅在一旁看得脸红心跳，脑海里却不受控制的浮现出自己和顾野的画面。她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顾野脸色已经黑如锅底，眼神冷得吓人。等到李明月终于离开小树林回家，李梅正准备转身离开，却冷不防被顾野一把拽住，直接压在了树上。他低头靠近，冷声质问：“你是不是还对蔡文杰有想法？”李梅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急忙摆手否认：“什么想法？我才不喜欢他。”顾野听到李梅说不喜欢蔡文杰，心里更气闷了。既然不喜欢，之前还纠缠，那肯定是看上蔡文杰家的钱了。他冷着脸转身就走。李梅一脸莫名其妙，男人心真是海底针。回到家，李梅正想和顾野好好沟通，毕竟以后要一起生活，结果顾野砰的关上门，差点撞到他鼻子。李梅气得咬牙，还没结婚就甩脸子，这婚还结不结了？正想着，门又开了，顾野递给他一个信封，冷硬地说：“你先拿着花。”李梅打开一看，里面是30张大黑石，整整300块钱。她眼睛瞬间亮了，这婚可以结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明月假惺惺地给李梅1块钱，让她去买结婚用的东西。李梅心里冷笑，这明显是想支开她。她假装配合出门，然后悄悄爬上院墙，果然看见李明月扛着铁锨去了后院的枯井。李明月绑着麻绳下井，没一会儿就一脸喜色地爬上来，显然
是找到了什么宝贝。接着他又溜进李爱民的房间，在床底和大衣柜后一阵捣鼓。李梅乐了，这是把李爱民的家底都搬空了吧？顾野回来后通知李梅下午去领证，李梅借口推迟到明天，因为她得盯着李明月，林泉空间还没到手呢。中午，李明月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嫁得好，李梅懒得搭理他。下午，李明月又去找蔡文杰，两人进了小树林，李梅无奈地跟上去，心里哀嚎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就在他快失去耐心时，系统的声音响起，林泉空间剥夺程序完成，请宿主查收。李梅兴奋地进入空间，发现里面有一座中式合院，一口林泉井，还有满园的蔬菜瓜果和满仓库的物资，甚至还有后世的零食和饮料。床头柜上还放着2000块钱和各种票券。李梅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下发财了。与此同时，李明月突然晕倒，蔡文杰吓得赶紧送他回家。李梅慢悠悠地晃回去，发现家里乱成一团，苗红哭天抢地，李爱民正跟警察描述失窃情况。苗红一见李梅就扑上来厮打，怀疑是他偷了钱。警察询问后，发现门锁完好，窗户也没被撬，便怀疑是自家人作案。苗红不信，直到蔡文杰的妈妈送回来退婚，说李明月不检点，蔡家不敢娶。苗红眼前一黑，差点晕倒。李爱民上前一步，嘴唇翕动了半天，才终于憋出一句：“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我家明月向来听话懂事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不会？你们自己看看他现在的样子。”宋慧毫不客气，一把将李明月推到众人面前，她的衬衫扣子早已崩开，露出肌肤上醒目的草莓印，院子里顿时一片哗然。我的天哪，这丫头怕不是让人糟蹋了吧？啧，这下可热闹了，一门好亲事就这样没了。苗红愣了一下，随即猛地蹦起来大喊道：“我的心肝呀，这是怎么了？”说完，她连忙将李明月拖进屋里，试图隔绝所有好奇的目光。宋慧鄙夷地盯着母女俩的背影，冷哼一声：“没话说了吧？婚事就这么算了，你们以后别再来纠缠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李爱民怒气冲冲地跑进屋，高高举起的手却迟疑了片刻，最终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。造孽啊！苗红则紧紧抱着木愣愣的李明月，哭嚎着说：“这可怎么办呀？婚退了，明月就得下乡啊！”李爱民这才猛然想起还有下乡这回事，下意识地看向顾野，试探道：“你娶明月吧？”听到这话，顾野明显一怔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李梅却直接不乐意了，冷笑着开口：“怎么着？李明月才是你亲生的吧？你当初是不是故意把我们抱错的，好让我妈帮你养私生女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李爱民气急败坏地反驳：“明月从小没吃过苦，她怎么能去下乡？那我就能去。”李梅毫不示弱：“你本来就是乡下长大的，去下乡还不是跟回家一样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你们好。”李爱民振振有词，李梅懒得再跟他掰扯，转头看向顾野，语气平静地问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顾野不紧不慢地回应：“叔，我结婚报告已经打了，要娶的人是李梅。”李爱民闻言蹭地站了起来，怒道：“你能娶李梅，就不能娶明月吗？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否则我不会给你们户口本登记。”顾野依旧语气平和，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：“军婚不是闹着玩的，破坏军婚可是重罪，要坐牢。”一听坐牢二字，李爱民立马怂了，讪讪地坐了回去，嘴里嘀咕了几句。顾野嘴角微微一勾，继续说道：“明天一早我就跟李梅去领证，后天回部队，婚礼就不用办了。”“婚礼咋能不办？份子钱还没收呢。”苗红这一嗓子让屋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李明月这时才从木愣中回过神来，捂着脸跑回自己屋里，狠狠地把门拴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第二天一早，顾野拿着户口本带着李梅去领证，路上他低声承诺，婚礼到部队再不会委屈你。李梅却不以为意，摆摆手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不太在意这个。”两人顺利拿到了结婚证。李梅盯着手里的红本本叹了口气，随后默默将它放进空间。回到家时，桌上赫然放着一份下乡通知书和100块钱，通知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李明月的名字。看到李梅和顾野并肩走进来，李明月双目猩红地瞪着他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看到我这样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”李梅不屑地撇撇嘴反问：“你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很熟吗？”李明月气得直哆嗦，指着他喊道：“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与此同时，李爱民夫妇正忙进忙出地帮李明月准备路上用的东西，似乎完全忘了李梅明天一早也要出远门，让顾野帮你拿行李，你们坐一趟火车，下了车后让他把你送到地方。李爱民回头喊住正准备回屋的顾野，语气里带着几分理所当然。呵呵，李梅倚在门框上，心里冷笑连连。这下乡的地方要说不是故意挑的，他都敢倒立吃翔。顾野点头应了一声，便拉着李梅回屋了。门一关上，顾野却突然紧张起来。相比之下，李梅落落大方，顾野显得很拘谨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犹豫了半天，他才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包递给他，低声道：“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都给你，以后我的工资也交给你管着。既然咱们结婚了，就好好过日子吧。”这男人还挺上道。李梅眉眼一弯，笑得开心，心里那点阴霾顿时一扫光。她打开存折一看，里面竟然有1500块钱。要知道，李爱民夫妇大半辈子省吃俭用，也不过才攒下2000块。顾野当兵不过6年，竟能存这么多，可见他在部队里得多拼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能在22岁升到副营级，不拼命也根本做不到。布包里还有一些现金，加起来大约100多块。此外还有不少票，除了常见的粮油票、布票，竟然连3转2响的票都有。李梅一双大眼睛晶亮晶亮的，抬头问：“都给我？你也不怕我卷了钱跑了？”顾野垂下眸子，敛住情绪，淡淡道：“你能跑哪儿去？也是，这年头没有介绍信，连火车票都买不到，还真没地方跑。”李梅顿时泄了气，转身一屁股坐在床上。顾野盯着他小脸上不断变化的表情，狭窄封闭的房间里空气似乎变得稀薄，他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天在这张床上的画面，心头一阵燥热。早点睡吧，明天还得早起赶火车。这句话仿佛耗尽了他的勇气，连脖子都染上了绯色。他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，眉眼伶俐，此刻这种窘迫的神态出现在他脸上，竟还怪可爱的。见李梅只是盯着他看，始终
终不说话。顾野心里莫名一慌，急忙撇过头去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，我不觉得是强迫。”李梅突然抓住他的衣领，猛地将他的头拉低，直接吻了上去。体力这么好的男人摆在眼前，不吃才是傻子。4片薄唇碰触的那一刻，就如同9天惊雷骤然炸响。顾野呼吸一滞，只觉得从头皮到脚趾都被雷击了一遍，又酥又麻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开始笨拙的回忆：红床帐暖，虎啸龙吟，这一夜欢愉酣畅淋漓。两个人都格外艳足，不为别的，就凭顾野这逆天的颜值和带劲的表现，李梅就觉得值了。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。李梅的声音还带着事后的娇媚，犹如一股电流直击顾野心间，让他心头猛地一颤。好，顾野声音暗哑，带着蛊惑的磁性。我去倒热水。光是这声音，李梅就有些按捺不住了，身体里那只小兽又开始蠢蠢欲动，叫嚣着要突破屏障，大杀四方。她可不是这个年代的矜持少女，当即一把将顾野拉回来，笑道：“不急。”顾野麦色的肌肤再次染上红色，这么香软的小娇妻，她也爱不释手。更何况男人一旦食髓知味，根本控制不住自己。于是两个人一发不可收拾，足足大战了300回合。这次李梅没再阻止顾野去倒热水，实在是没力气了。擦洗完后，李梅无意间瞥见顾野的枕头底下压着一根红头绳，原本她并未在意，只是那根头绳的编法竟跟她的习惯一模一样，她这才伸手打算拿起来看看。别动！顾野一声低喝，李梅的手抖了一下，下意识收了回来，眼底的情愫瞬间散尽。她抬眸看着顾野，小心翼翼地将那根明显褪色的红头绳放好，心里突然堵得慌。你小情人送的？不是。李梅自嘲一笑，翻身滚到床里面倒头就睡。顾野心里藏着个人，可跟他那啥时还那么投入。男人果然都一个德行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他暗暗决定收回好好过日子那句话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还是自己最可靠。脑子里胡乱想着，眼皮却越来越沉。这狗男人太不做人，差点把他折腾散架，真特么累啊！顾野站在床边，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我可以解释。”又看了下已经睡着的李梅，只能悻悻作罢。早上，李梅一睁眼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。李明月的行李堆得跟搬家似的，2大袋蛇皮袋子，2个皮箱，还有一个斜挎包和一个大号手皮袋，简直是要把家搬空。相比之下，李梅只有一个装吃食的斜挎包，显得格外寒酸。顾野见状眸色暗了暗，但还是默默帮忙把行李绑上自行车。一家人匆匆出了门，李梅心里冷笑，趁着没人注意，迅速把家里的米面粮油锅碗瓢盆，甚至顾野和李明月的家具全收进了空间，连根菜叶子都没留。她锁上门，快步追上队伍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到了火车站，李爱民夫妇忙着找知青办的人，行李堆在顾野脚边。李梅忍不住问：“你还真打算送他去兵团？”顾野淡淡回了一句：“兵团有人接，不用我送。”李梅心里稍微舒服了点，但看到李明月得意的啃着肉包子，连让一下的意思都没有，心里又堵得慌。李梅不动声色地拿出自己准备的荞麦薄饼和土豆丝，递给顾野。顾野咬了一口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李梅心里暗笑，知道他是吃出了饼和土豆丝的不同，毕竟这可是他用后世的面粉和猪油炒的，口感自然不一般。李明月吃饱喝足，突然挑衅地看着李梅：“别以为我去下乡就完了，我一定会比你过得好。”李梅冷笑：“你就这么自卑，非要跟我比？”李明月眼神阴鸷：“爸妈只疼我看不顺眼的人都没好日子过，比如蔡家。”李梅挑眉：“你举报了蔡家？”李明月得意道：“蔡厂长贪污受贿，我这是为民除害。”李梅竖起大拇指：“干得漂亮！”李明月不甘心，故意挑拨：“你不是喜欢蔡文杰吗？怎么不为他着急？”李梅忍无可忍，直接怼回去：“我可没你眼光那么差，你这浑身上下都让人摸遍了吧？”李明月瞬间暴怒，李梅却不给他机会，冷冷补刀：“轧钢厂后面的小树林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周围人立刻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李明月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：“李梅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李梅毫不示弱：“放马过来，我可不是被吓大的。”广播声打断了李梅和李明月之间的火药味。李明月愤愤坐回座位，眼神却像刀子一样盯着李梅。周围的议论声和异样目光让他气得胸口起伏，但他忍住了。离开家后，他再也没人撑腰，动手只会吃亏。不过他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属于他的一切抢回来，包括顾野和前世那个宠他的男人。他要让李梅永世不得翻身。李梅却对李明月的敌意感到困惑。明明李明月抢走了原主的身份和父母的宠爱，为什么还对他充满敌意？没有原主记忆的他，只能暂时放下这些疑惑，专注于规划随军后的生活。他相信，只要自己足够强大，任何阴谋都不足为惧。到了汉城，兵团用拖拉机来接知青。李明月看着自己的大包小裹，眼里满是得意，却引来其他人的议论。这哪是来干活的，分明是资本家大小姐。李明月毫不在意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找到那个男人并嫁给他，让李梅不好过。顾野帮李明月搬完行李后，拉着李梅离开。李明月追上来，质问顾野为什么不送他去兵团。顾野冷冷回绝：“兵团有纪律，外人不能随便去。”李明月不甘心又问：“你会每个月给我寄钱吧？”顾野直接拒绝：“不会。”李明月气得咬牙，但顾野毫不留情：“我不欠你的，也没有照顾你的理由。”离开火车站后，顾野和李梅被战士李大强接上军用吉普，前往军区大院。路上，李大强告诉他们婚房是一套平房，李梅却很开心。比起嘈杂的筒子楼，她更喜欢平房的安静和私密。到了大院，顾野带李梅登记后，李大强又送来食堂打的饭菜，李梅感激的接过。吃完饭，顾野正准备带李梅去买家具，却被紧急任务叫走。李梅理解的让他快去，自己则打算独自去采购。然而刚走到大院门口，一个身穿军装的女同志叫住了他：“你就是顾副营长的媳妇。”女同志的目光在李梅身上扫过，特别是她辫子上的红头绳，灼痛了李梅的眼睛。李梅对那女人那高高在上的眼神和态度感到厌恶，于是冷冷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找我有事？”林品如扬起下巴，语气带着挑衅：“我是文工团的林品如，顾野的好战友。”他特意加重好战友3个字，似乎在暗示什么。然而李梅不慌不忙，笑着回应：“是吗？那有空来家里坐坐。不过我还要去买东西布置新房，就不跟你聊了。”他故意把布置新房咬得极重，心里冷笑：“白月光又怎样？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”于是不理会林品如因气愤而面容扭曲，李梅哼着小调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。就在这时，
时，系统声音突然响起，叮，检测到林品如身上有借运系统，是否剥夺？李梅一愣，随即乐了，这白月光够损了，竟然靠借别人气运提升自己，必须剥夺。系统立刻回应，叮，借运系统剥夺程序已开启，宿主需阻断林品如3次借运行为，时间不限。听到这，李梅瞬间心情大好，搞破坏，这活我爱干，没了借运系统，看你还怎么跟我斗，抢我男人，我就是不要也不给你。不过他突然脚步一顿问，系统抢了他的系统，我不就有2个了？系统淡定解释，叮，不会有2个系统，灵泉空间是新手奖励，以后剥夺的系统将变成能量宫本系统升级。李梅挑眉，你都这么厉害了，还升级？系统却回，学无止境。他不禁笑了，好吧，你赢了。随后心情大好的李梅去门卫打听，才得知买东西得去镇上，开车也要半个多小时。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脚，暗想必须买辆自行车，不然跑断腿。正发愁时，门卫热心建议，嫂子，等部队运输车来，我帮你拦一辆捎你过去。李梅眼睛一亮，感激地掏出一把糖塞给他，太谢谢了。门卫摆手，嫂子客气啥，有事就找我。不多时，运输车果然来了，在门卫的帮助下，李梅顺利搭上。镇上供销社不大，但东西齐全。服务员热情地说，随军光荣，要啥跟我说。李梅笑着递上一把糖，我要双人床、大衣柜、书桌、5斗橱、饭桌、椅子，还要铁锅、碗盘、暖水瓶这些。他一口气报了一堆，又问，有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吗？服务员点头，有，但得要票，算下来共928块。李梅爽快付了钱票，叮嘱送货到部队大院。随后他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回去，箩筐里装满从空间拿的米面粮油和蔬菜，毕竟顾爷给的钱已花一半，能省则省。下午家具如约送达，3辆牛车卸货，送货员还帮他摆好。这时大院军嫂们围过来纷纷感叹，顾副营长真心疼你，连缝纫机都有，你真有福气。李梅笑眯眯的分糖，等顾爷回来请大家吃饭。接着他收拾卧室，从空间拿被褥铺好，又归置厨房，把碗盘摆进柜子。然而唯一让他头疼的是铁锅，得用泥沙抹一遍才不冒烟。正发愁时，李大强送饭来了，嫂子，我帮你安锅。他麻利干完还叮嘱到要等明天干透再用，不然容易裂。李梅感激道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可就在这时，林品如突然倚在门口，阴阳怪气道，哟，顾也不在，你就勾搭别的男人，也不怕被抓去游街？李梅咬紧后槽牙，心里冷笑，这女人是想找死吗？李大强一听林品如的话，手都没顾上洗，立刻冲到他面前，嗓门大的整个大院都能听见。林同志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顾副营长刚进门就接到紧急任务，团长特意派我来看看嫂子有什么需要，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龌龊了？嫂子今天刚来，又没得罪你，你这是干啥？快道歉，不然我就找团长评理去。李大强这一嚷嚷，团长的媳妇李嫂子和街坊邻居们都围了过来。李梅送货时见过他也走了过来，李梅见状赶紧想尽2辈子伤心事，硬生生逼出2包泪，眼眶红红的晃着泪水却不掉下来，柔弱模样我见犹怜。他委屈地说，李嫂子，我初来乍到，也不知怎么得罪了林同志，他竟上门侮辱我。这神情一出，军嫂们同情心泛滥，李嫂子一把拉住他，别怕，嫂子给你做主。其他军嫂也挡在李梅面前，指责林品如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咱们家属院互帮互助，可不兴你这样的，必须道歉。林品如见形势不对，赶紧堆起笑脸，哎呀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怎么还上纲上线了？可李大强不买账，哪有拿这种事开玩笑的？你就是欺负人。他知道林品如喜欢顾野，认定他因顾野结婚，新娘不是他才来找茬。林品如心里暗骂李大强祖宗18代，脸上却不得不陪笑，对不起，我真是开玩笑，你别介意。李大强却冷哼，没人拿作风问题开玩笑，这罪名坐实了要吃枪子。林同志，顾副营长已结婚，你那小心思收收吧，破坏军婚可是重罪。李梅强压嘴角笑意，暗赞他嘴替比上大粪还有劲。林品如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挤出笑容，李大强同志，你这么热心，不如也帮我个忙吧。李大强爽快答应，谁有困难我都帮。李梅一听，顿时警铃大作，这死女人要搞事情，必须阻止她。林品如笑得像只狐狸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就是最近干什么都不顺，把你的好运气都借给我吧。李大强正要答应，李梅赶紧扯住他袖子，别答应他，我听老家人说过，有些人福薄只能靠借别人运势活着，你若答应，好运气全给他，你会倒大霉，甚至丢命。李大强吓一跳，若不是李梅拦着，他差点就答应了。林品如笑得花枝乱颤，这种封建迷信你也信，不怕被举报？李梅挑起眉间冷笑，你这搞封建迷信的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林品如急了，我什么时候搞封建迷信了？李梅反问，不搞迷信，你说说运气怎么见？军嫂们也附和，对啊，你倒是说说，心思这么歹毒，拿这种阴损办法整人。林品如从小靠借运系统顺风顺水，哪见过这阵仗？他恶狠狠瞪着李梅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李梅一脸无辜，你不来我家，我都不认识你，怎么欺负你了？你爱搞封建迷信，还血口喷人，人品有问题。林品如急喊，我没搞迷信，就是开玩笑。李梅冷笑，想证明也简单，现在对李大强说，愿意把你的好运气借给他，我们就信。军嫂们齐声道，对，既然是玩笑，你就说呗。林品如被架在那，上不去下不来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若说了这话，借运系统反噬，他明天就得一命呜呼。他福薄，从小靠借运活命，今天气昏头才想害李大强，见大家都不帮他，林品如眼泪啪嗒掉下来。李同志真有本事，这么会蛊惑人心，莫不是会魅惑之术？这话一出，军嫂们下意识后退一步，连李嫂子也松开了李梅的手。李梅心里清楚，如果今天这事处理不好，她很可能会被整个家属院孤立。毕竟军嫂们文化不高，虽然现在不让搞封建迷信，可他们心里依然信这个，只是迫于形
明是不敢说出口，因此他必须稳住局面。他转向众人，义正辞严地说道：“大家是向着我说话吗？他们明明是站在正义一边，你今天无缘无故上门挑衅，说了那么过分的话，难道不该道歉吗？你搞封建迷信，想借李大强同志的气运，大家不该指责你吗？军嫂们都是明辨是非的好人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被蛊惑呢？难道这么多军嫂都是傻子，就你一个明白人？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嫂子们更是心明眼亮，绝不会被你几句话带沟里去。”这话一出，军嫂们如醍醐灌顶，顿时反应过来自己被林品如耍了，一个个义愤填膺，纷纷指责道：“林品如，你不但嘴臭，思想也龌龊，建议去文工团举报，让他好好受受教育。没错，他还搞封建迷信，必须严惩，而且还想破坏军婚，居心不良。”林品如被逼得无路可退，只得哭着求饶：“嫂子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乱说话，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。”就在这时，李嫂子从人群中挤出来打圆场：“行了，大家别吵了，林同志，你正式给李同志道个歉，今天这事就算了，不过以后说话得小心，祸从口出。”其实李嫂子并不喜欢林品如，但因为知道她是林师长的亲侄女，她不想彻底得罪对方。林品如虽然100个不情愿，还是鞠躬道歉：“李同志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乱说话，请你原谅我。”李梅饱含深意地看了李嫂子一眼，心里怀疑她是自作主张还是另有隐情，但嘴上却说：“看在李嫂子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走吧。”林品如如蒙大赦，捂着脸跑了。紧接着系统声音在脑海响起：“叮！”第一次阻止成功，剩余2次。李梅这才松了口气。人群散去后，李嫂子拉住李梅：“李同志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进屋后，她压低声音提醒：“林品如对你家姑爷有心思，有红头绳为证，你得看紧点。何况她还是林师长的亲侄女，靠山不小。”李梅心里冷笑，她早就知道顾野和林品如是双向奔赴，若不是她意外出现，顾野娶的肯定是林品如。然而她面上不动声色：“李嫂子放心，我家顾野老实，干不出那事。”李嫂子犹豫了一下，又叮嘱道：“这事你知道就行，别外传。”李梅点头：“放心吧，我嘴严。”送走李嫂子后，李梅开始琢磨赚钱的事。顾野给的钱已经花了一半，要维持生活，必须得有进项。虽然找工作是最稳妥的办法，但这年代工资太低，刚进厂才18块，转正也才23块，累死累活还吃不饱。她实在不想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嫂子来敲门：“李同志，我们上山挖野菜，你去不？”李梅背上箩筐欣然跟去。路上她得知野菜不多，因为家家户户都采，军嫂们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不仅要养孩子，还得寄钱回老家。刚到山脚就看到一只兔子突然窜过，李梅兴奋地拍手，竟然有兔子。然而李嫂子却泼冷水，只能看看，又吃不到嘴。李梅眼睛一亮，笑着提议：“我会做简单陷阱，不如试试看，说不定还能加餐。”军嫂们一听，眼睛都亮了。李梅看懂了大家眼里的期待，于是开始折藤条做陷阱，边做边讲解：“要做成圆环，记得打活扣，因为选位置最重要。兔子会重复走安全的路线。”李嫂子他们有样学样，每人做了3个陷阱，然后兴冲冲地跟在后面，脑海里早已浮现晚上炖兔子的画面。接着李梅选了一处有新鲜兔粪的地方下套，她解释道：“粪便新鲜，证明兔子常经过，所以套离地1个拳头高就行。”大家纷纷点头，记下她的方法。随后李梅趁人不注意，在藤条上滴了一滴灵泉水，希望借此吸引兔子过来。她一连下了3个套后，便跟着大家去采野菜。然而这座山虽大，可外围的野菜早就被部队家属采得差不多了。忙活半天，李嫂子他们只采到1筐地。她叹气道：“有总比没有好，足够煮一顿菜糊糊。”李梅却有些不甘心，提议道：“咱们往里走走吧，这儿实在没啥了。”然而李嫂子急忙拉住她：“不行，山里有狼，真碰上我们一个都活不成。”李梅想想也对，于是点头道：“那咱们先去看看兔子吧。”一提到兔子，大家便抑制不住的咽口水，毕竟许久没吃过肉了。可走到李嫂子他们的陷阱前，却一个兔子都没见着。刚刚的希望有多大，现在失望就有多深。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叹道：“真是异想天开，咱们哪套得到兔子？”然而李梅却笑着说：“别急，去看看我的吧。”众人半信半疑的跟上，结果李嫂子一声惊呼：“妈呀，真有兔子！”原来她的3个套全中，3只又肥又大的兔子挂在那儿。军嫂们顿时激动的直喊：“李同志运气逆天！”李梅解下兔子扔进箩筐，大方地说：“中午都来我家吃兔子吧，就当给我暖锅。顾也不在，我一人吃饭也没意思。”军嫂们却不好意思：“你好不容易套到的，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”可李梅坚持道：“这山里东西是公家的，按说该上交，但只要没人打小报告就没事，所以分点给你们，免得有人眼红。”她心里清楚，这年代粮食定量，见者有份，才不会惹麻烦。回到家后，李梅立刻把兔子吊起来，熟练的在后腿开刀，一撕就扒下一整张皮。隔壁的王大妈探头一看，不由惊叹：“你这小媳妇真行，老爷们都不一定抓得到。”李梅笑笑回应：“我在农村长大，跟猎户学了点皮毛，何况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吗？”王大妈咽着口水：“你这3只兔子4、5斤一只，真肥。”随后李梅手脚麻利，剁块腌制后，用菜籽油大火炒兔肉，直到金黄后撒上芝麻，做成冷吃兔，香气四溢。她还糊了荞麦面与白面，蒸出2盒面馒头，然后她拿出大碗装满冷吃兔，准备分给一起上山的5个嫂子和王大妈，每家1碗。大家都不好说啥。等李梅回到家时，发现顾野刚好进院子，于是随口解释道：“我去给李嫂子他们送点兔肉。”顾野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香味，诧异地问：“兔子哪来的？”李梅一边放下食盒，一边回答说是早上跟李嫂子上山套到的，随后又忙活着蒸馒头炒青菜。顾野站在门口愣了片刻，看着焕然一新的家和厨房里忙碌的李梅，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温暖，这大概就是家的感觉吧。因此他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站在一旁看着。饭桌上气氛虽然有些微妙，但一大盆冷吃兔很快被2人吃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连油脂都被馒头擦得一滴不剩。吃完后，顾野主动收拾厨房，李梅见状也没拦着，毕竟男人愿意主动干家务是好事，不能太惯着。到了下午，李梅踩着缝纫机给自己做衣服，动作麻利又迅速。这时顾野恰好走进来，看到他专注的样子，不禁看得入了神。李梅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忍不住调侃道：“怎么，我脸上有脏东西？”顾野连忙回过神，咳嗽一声掩饰尴尬：“没有。”随后借口还有事，匆
匆匆落荒而逃。李梅看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心想这个男人还挺有意思的。趁着下午没事，李梅翻好地，种上蔬菜种子，并浇了些灵泉水。这样一来，等这些菜长出来，她想吃好吃的也有个正经出处了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在心里盘算着，要是能把院子改造成小花园，再搭一架秋千，没事的时候坐在上面看看书该有多惬意。不过想到这是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她要是真这么干了，非得被人扣上资本家大小姐的帽子不可。所以她最终还是决定专心种菜，毕竟种菜既实用又能填饱肚子。晚饭时，李梅做了糖醋小排和凉拌野菜，香气扑鼻。隔壁王大妈家的孩子又被馋得直哭。顾野回来后，看到满桌的饭菜，显得格外惊喜。两人吃饭时聊起打猎的事，李梅说自己跟老猎户学过。顾野听后叮嘱她别往深山走，危险。李梅点头答应，但心里却对红头绳的事耿耿于怀。晚上洗澡时，李梅觉得非常不方便，只能烧热水用毛巾擦擦，一点也不解乏。于是她突然想到个主意，问顾野能不能帮忙盖间洗澡房，找一个废旧油桶放在屋顶，接根管子下来，再装个抽水泵上水，这样有太阳的日子就不用烧水了，省不少事。然而见顾野皱眉，他又补充道，如果没有抽水泵也行，装个梯子和滑轮，人工上水也能解决。为了让他更明白，李梅还画了一张简易图。交代完后，房间里安静下来，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起来。李梅轻声说了句早点睡吧。事实上顾野早就按捺不住了。李梅害羞的垂眸，藕臂却环上了他的脖子。一夜暴风骤雨后，第二天起床号响起时，顾野精神抖擞的去训练了，而李梅却窝在床上瞪着天花板，忍不住低声抱怨，狗男人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太过分了。李梅心里虽无能狂怒，但其实自己也挺享受的，头一歪就睡着了。醒来时被院子里的说话声吵醒，她扒开窗帘一看，发现顾野已经把洗澡房盖好了，还在油桶上方用竹筒和滑轮做了个省力的倒水装置，这比他原本想的手动灌水高明多了。李梅忍不住感叹，狗男人脑子真聪明，还懂得举一反三。他喜滋滋的穿衣洗漱，泡了几杯白糖水端出去，大家辛苦了，过来喝杯水吧。战士们见到娇俏可人的小嫂子，眼睛都直了，直到顾野咳嗽2声才回过神来，纷纷接过水道谢。李梅觉得他们帮了这么大忙，不感谢一下过意不去，便看向顾野提议留他们吃午饭，家里也没啥好吃的，就下面条吧。顾野点头同意，战士们欢呼着留下。李梅立刻去厨房和面，顺手切了腊肉、芹菜末、洋葱和辣椒爆炒做浇头，雪白的面条淋上香辣浇头，香味飘满院子。战士们吃得赞不绝口，小嫂子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，顾副营长可真有福气。吃完饭，顾野帮忙收拾完厨房，就跟战士们离开了。刚走到大院门口，林品如拦住了他。李梅从远处看到林品如一脸娇羞又幽怨的样子，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但心里还是有些气愤。不过很快释然了，男人的真心比草贱，要那玩意干啥？谁爱要给谁。想通后，他一身轻松，继续忙活自己的事。下午，林品如突然找上门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不愧是乡下来的泥腿人，难怪顾野看不上你。”李梅直接对回去：“你又高贵在哪？”林品如不甘示弱：“至少顾野爱我，他心里只有我。”李梅冷笑：“可跟他领证的人是我，每天睡一个被窝的也是我，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”见李梅不吃这套，林品如调整表情，故作大度地说：“既然你们结婚了，我也不想当拆散你们的第三者。”李梅撇嘴：“我还得谢谢你呗。”林品如深吸几口气，压住火气：“只要你答应帮我办件事，我就成全你们，从此再也不见顾野。”李梅心里冷笑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“什么事？”林品如见他语气松动，明显一喜：“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你一定能做到。”李梅眯起眼睛戏谑地问：“你该不会也来找我借运势吧？”林品如满脸势在必得，用你全部的运势来换跟顾野长相厮守，不值得吗？你一定愿意换的，对吧？林品如嘴角压不住笑，她笃定李梅会答应借运，毕竟顾野可比运气重要多了。然而李梅眼尾一弯，强忍着没笑出声，正愁怎么阻止她借运呢，这不就送上门来了？我不愿意，3个字一字一顿地说出来。林品如懵了，见李梅眉毛都笑弯了，自认为胜券在握的她连庆祝方式都想好了，结果反转太快，让她反应不过来，直接尖叫：“你不想跟顾野好好过日子了吗？”李梅戏谑又略带傲娇的回怼：“我跟顾野怎么过日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林品如气得跺脚：“我可是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不珍惜，你别后悔。”李梅撇嘴：“就凭你想让我后悔？你想多了吧？”林品如撂下狠话转身就走，却被李梅幸灾乐祸地刺了一句：“你如果有本事让顾野跟我离婚，至于跑这儿来演支出吗？”林品如一个趔趄，急忙加快脚步逃离。叮，第2次阻止成功，胜于1次。熟悉的电音响起，李梅握拳挥动：“耶斯，干得漂亮！”虽然离胜利近了一步，但林品如的话还是让李梅心里堵得慌。如果没那意外，或许顾野和林品如真能走到一起。不过她也没愧疚感，毕竟顾野那么优秀，已经到手了，哪能让出去？等抢了林品如的系统，没了好运加持，她和顾野的关系说不定也会淡了。李梅对自己很有信心，至少她比林品如漂亮、聪明、有本事，看谁笑到最后。相比林品如，眼前的难题更让她惆怅。一下午累死累活才挖出3分地，几十亩地全靠自己猴年马月也开不完。要是有台拖拉机就好了。顾野不知何时站在身后接过锄头拉他往回走：“我的工资够养活你，没必要吃这个苦。”李梅解释：“我不是为自己，家属院看着风光，其实大部分人家里都吃不饱。我想种玉米、土豆、红薯这些高产又饱腹的作物，让大家不用挨饿。”顾野诧异：“这是集体的事，可以动员大家一起干。”李梅叹气：“之前部队动员过，大家觉得荒地种不出东西，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，根本没人愿意干。”顾野沉默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可这件事光靠你一个人不行。”李梅灵机一动：“附近有农机站吗？我想找废旧陶
淘汰的拖拉机零部件自己组装一台。顾野皱眉，淘汰下来的肯定都是不能用的。李梅不服气，之前我们大队上的几个爷爷就在废品仓库里组装了一台，虽然样子不好看，但干活可带劲了。顾野没接话，先回家吃饭，天快黑了。李梅心里有点不高兴，顾野的态度明显没把他的话当回事，甩开他的手，快步回家洗澡。顾野被甩得心里一空，追上去时，李梅已经进洗澡房了，他只好放下锄头去厨房做饭。这是他回来后第一次进厨房，看到米面粮油齐全，特别是大米晶莹剔透，比特工米还好。前2天他以为是李梅厨艺好，现在看来食材才是关键，这么好的食材供销社买不到，难不成他去黑市了？想到这里，顾野心猛地一沉，决定吃完饭好好跟他谈谈。李梅洗完澡出来，看到顾野做好了饭，一脸惊讶：“你还会做饭？”顾野点头：“我5、6岁就学会了。”李梅撇嘴：“看来李爱民没少虐待你。”顾野打断：“别说这些，快吃饭吧，忙了一下午。”李梅确实饿了。顾野煮的大米粥软烂飘着米油，鸡蛋饼暄软弹牙，酸辣土豆丝稍微寡淡了些，但总体不错。李梅吃得满足。饭后李梅主动洗碗，两人没必要因小事闹不愉快。顾野跟在他身后欲言又止，李梅白他一眼：“有话就说，磨磨唧唧干啥？”顾野顿了顿问：“你那些大米是在哪儿买的？”李梅心里咯噔一声，这是暴露了，当然是在供销社买的。李梅虽然心虚，但面上依旧镇定自若。李梅说谎不好。顾野的脸色沉了下来：“我没有说谎。”见李梅嘴硬，顾野眼里浮起几分愠色：“我们家的大米都赶上特供米了，供销社可不会卖，你是不是去黑市了？”原来他担心的是这个。李梅松了口气：“我没有。”他把洗好的碗收进碗柜，见顾野还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，便从灶台旁拖来一台小机器和一台小石磨。“我就是回来后加工了一下。”“这是什么？”石磨顾野认识，但那台机器他从未见过。“这叫抛光机，把从供销社买回来的大米放进去处理一下，就变成我们吃的那种了。”“这机器是你琢磨出来的，不然呢？”其实李梅前世是农科院的院士，研究方向正是农业机械，只不过他不敢暴露身份，否则早就搞出深耕机离地机了，也不用这么辛苦开荒。为了验证这台机器的神奇，顾野专门跑去李嫂子家借了一把糙米。李梅见他眼里满是好奇，便示范了一下，果然一把普通糙米立刻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特供米。顾野眼中异彩连连，这才意识到李梅说组装拖拉机不是开玩笑，他真的能做到。顾野捧起他的脸猛亲了2口：“媳妇，你可太厉害了。”李梅愣住，脸上慢慢泛起绯红，空气瞬间焦灼起来，呼吸也变得不顺畅。顾野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耳朵尖红得快要滴血，嘴唇翕动几下却说不出话，干脆低头吻了上去。热烈又狂野的吻让两人都陷入情感的漩涡。这一夜注定无眠，第2天醒来时已日上3竿，李梅浑身酸疼，像被压路机碾过一样，而顾野早已不见踪影。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洗漱完，喝了一大杯灵泉水才彻底恢复。桌上放着189块钱和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这个月工资89块和任务奖金100，全部上交，别忘了给家里寄钱。李梅喜滋滋的收起钱，心想这男人还挺懂事，赚的钱全给他花，家务活也干，服务也好，还要啥自行车？至于给家里寄钱的事，他选择性忽略。中午李梅做了2个素菜，顾野吃得津津有味。饭后他骑上自行车载着李梅往镇上赶。媳妇，吃完饭带你去个地方。李梅暗自撇嘴，觉得顾野不可能带她逛街或看电影，或许心里装的还是林品如吧。想到这里，心情不免低落。顾野察觉到他的不对劲，内疚地问：“怎么了？不高兴？”“没有，快走吧。”李梅没多说。到了镇上，顾野把他带到了农机站，显然已经提前沟通过。门卫大爷直接把他们带到后院，那里堆放着不少锈迹斑斑的零部件。“你看看这些行吗？”李梅眼睛一亮，没想到顾野这么有心，心里顿时有些愧疚。“我看看。”他戴上手套开始翻找，原本只想组装一台拖拉机，后来发现可以改造出一台小型螺旋式深耕机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顾野，他没提出异议，直接找来王站长。李梅画了一张简易图：“王站长，你看这几个组件需要2次加工，能帮我联系工厂吗？”王站长一听这是发明创造，立刻表态支持。李梅趁机表示深耕机成功后会上交给农机站，自己只借用1天就好。王站长乐呵呵地拿着图纸离开。李梅和顾野继续挑拣零件，忙活了半下午才把拖拉机的所有配件找齐。李梅挽起袖子准备组装，却被顾野拦下：“你说怎么干？我来。”李梅心里一乐，觉得这男人真有眼力见，决定晚上回去好好犒劳他。两人正忙得热火朝天时，突然闯进来一群人，为首的中年人气势汹汹地喊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谁让你们动这些东西的？赶紧走！”顾野掏出工作证，客气地解释：“是王站长让我们来的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“我是李承德，农机站的主任。”李承德扫了一眼工作证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些：“这些废品已经卖了，你们不能动。”